什么要清理啊？啊，很好呀，年轻人多好啊！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，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。我是觉得乱嘛，我怕领导看了心烦。哎，这个牌子谁换的？我换的，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撤。啊？现在啊？你搞什么名堂？马上撤！哎，彭书记，领导的车来了。啊？哦。来，动起来，热闹点，快，舞起来！领导，哎呀，陈书记，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陈书记，书记你好，欢迎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桃花镇的彭书记。书记，我是彭瑞雪。我知道你的，我的女儿帮我买过你们宣纸笔记本给我办公啊，所以我们也是为桃花镇的经济做过贡献的。谢谢各位领导，有你们的关心和支持，我们一定会干得更好。书记，您的到来我非常的开心，请您上台讲几句吧。对，你好，哎，我是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，我叫罗运成，这是我专门为您写了一篇讲稿啊。哎，这样让那个舞狮的师傅都停下来吧。狮子，不是，那个停一下，停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好，今天啊就不要在这里讲话了，大家看一看，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啊，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。我们不是来指导的，我们是来调研学习的。我有个建议啊，我们呢不要一大堆人扎在一起，我们也是游客嘛，是不是？让大家就是单独的分头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感受感受，好不好？好，听您的。那就这样，半个小时以后呢，我们还是在这里集合。那彭书记啊，你先带我们去逛一逛吧。好，有请各位领导，请。这边。啊，没让你领导让彭书记带，一样。今天我到桃花镇的文房四宝文化节来调研学习，感触很多。第一个感触，我没想到啊，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房四宝文化节，一个桃花镇就给办了，还办得很好。我跟陈书记说了，彭书记和他的杨门女将们了不得，很有能量。当然了，这后面有京沈县委政府各部门给拖着。在来的路上，彭书记就跟我说，这次的文化节应该会盈利。政府牵头办活动还能实现盈利，那真是少见。当然了，我不是鼓励我们的党政干部放下工作都去赚钱，我是想说一说我第二个比较深的感受。为什么这个传统的文化盛会，在过去看来是陈旧古老的、与时代脱节的东西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参与进来？桃花镇在策划、组织、协调这个文化节的过程中，他们做对了什么？这是我们今天来调研学习的目的，也是我提议把县长会开在沙田道咖啡厅的真实用意。我平时工作多，不常来，但是我一直关心着宣纸文化传承和宣纸产业的发展。我了解到，桃花镇不光是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办得好，他们还开发出宣纸壁纸的新产业，宣纸文创也闯出了一条新路，从一潭死水引到欣欣向荣的路上。我是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高兴啊！政府工作要接地气，我之前就说过，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接地气，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复兴与青年群体进行深度互动，进而与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产生共鸣，才能书写出文化自信的时代新篇章。哎，林然，各位领导好，这位小姑娘就是我给你们介绍过的林依然。领导好。我知道你啊，不服镇党委的会议决议，拉着镇党委书记跑到县上告状的人啊，是不是你啊？你在镇上还有个绰号叫林怼怼是吗？只有年轻人才能闹出这种插曲啊，同时呢，也反映出这批年轻人务实求真、敢想敢为的精神，难能可贵啊！来，坐下来吧。过来，来，坐我这儿。
反观我们有些个别爱摆老资格的干部，却没有做到这一点，瞻前顾后，亦步亦趋，不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发展上，一门心思盘算着领导的态度，宁愿不做事也不愿做错事啊！这就是典型的懒政思想。我要严肃地在这里对我们当前的领导干部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建议。整天琢磨的不是如何为群众干实事，而是揣摩领导的喜好，关心的不是当地大局的发展，而是个人的政治前程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这样的干部最终只会是被淘汰。我们的干部必须建立正确的政绩观。听说了吗？上级给了罗运成党内警告处分，罚轻了，不轻了。理论上来讲，是他1年内不得提拔任用。实际上，他的政治生涯基本已经到头了。你这么严重？戴主任终于转正了，你得表示表示。行了，马上给你安排调休。真的？哎，不行，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呢。我加班。真的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好呀？我跟你说，我现在累的，我就想在床上躺几天，除了吃饭，我什么都不想干。哎呀，真正累的人，连饭都不想吃。主任，你还真想把我累死啊？廖主任，这几天你也辛苦了，给自己调休1天吧。哎，调不了，我呀，一堆事儿。谁给你安排事儿了？我自己啊，我要更新短视频。依然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咱们廖主任现在那都已经杀疯了，只要一发视频就好几万的点赞。恭喜你啊，廖主任！你先别忙着恭喜，咱们廖主任的历史故事短视频虽然点赞数据好，但那个评论区呀，简直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，全网网友都来找茬。廖主任，他们怎么就那么喜欢听您胡说八道呢？就是挑毛病找乐子，还送了咱们廖主任一个外号“翻车3连”。历史考据必翻车，聊文房四宝必翻车，聊古人段子必翻车。你们懂什么？电视剧看的是情节，短视频看的是情绪。只要情绪一上来，观众管不了那么多的。你看，还是咱廖主任套路多新鲜呢。不行，我一定得给你看看这个视频。哪个？就这个。直到唐代，出了个华圣吴道子。大家都知道，吴代当风。吴道子画的人物，衣服上的带子看着都像随风飘起来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无意中用了宣纸，墨分五色，层次递进的效果。没这宣纸，他画什么衣服都跟盔甲似的，黢黑一块。从此以后，丹青名家们有样学样，都用宣纸作画。于是，不光衣带飘起来了，那是云也飘，雾也飘，都飘。这就是吴道子和宣纸的故事。关注老廖，带你做个有料的人。你看这评论说什么？吴道子听了这个都能诈尸，还有这个，吴道子说这锅我都背了1300年了。主任，您自己看啊，有人让您去申报唐朝虚构文学奖。廖主任，你这个是真够能扯的。我记得吴道子好像没有存世的宣纸画真迹啊。一帮黄口小孩懂什么？中学都没毕业就敢来胡说八道。吴道子创作在哪个时期？唐玄宗时期。正史记载，唐玄宗时宣纸就被列为贡品，并设立官坊监制。什么意思？皇家御用。这么宝贝的东西，吴道子不想试一试？你们想啊，
吴道子又是唐玄宗器重的画师，唐玄宗不赐他2刀直？廖主任，您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真的是有的吵了。司马光砸缸，这是历史吧？嗯，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时期就没有缸。好，好，好，主任，您呀就天天发视频跟网友们逗逗乐，做您说的那个有料的人。嘿，廖主任，有一句话我还是想说一下，对不起啊，把您的位置给抢了。这有什么对不起的？李然，不要愧疚啊！我给你讲实话，你的工作没我现在的有意思。干我喜欢做的事啊，这叫做什么呀？叫做自由。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任了，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，挑好了。好，我会的。恭喜林主任，文房四宝文化节大获成功，凯旋而哎归。呦，来吧，你干什么呀？不得先拥抱一下吗？哎，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吗？要不重启一下试试？小林同志，哎，你真棒打住，打住，打住！上次那个纸亭子就不靠谱，我是来看你这个纸船的。闪开！哎呦，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咱俩还有这一场呢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就是这底儿啊还有点渗水，我再给你补一补，别明天你再真掉下去了。不是你这太不靠谱了，谁敢坐你这船啊？哎，不行啊，你已经上了我的贼船了，就休想再下去了。给我递2张纸来。有这么多啊，要不下来一起啊？你自己待着吧。你这行不行啊？会不会沉啊？放心吧，我都测试过了，绝对沉不了。哎，2个人都没测过啊。如果沉了，就委屈你当一回西海龙女，我来当你的巡海夜叉。巡海夜叉太丑了，你还是当我的龟丞相吧。但是不得不说啊，上次呢你用宣纸护纸亭子，这次呢你用宣纸做纸船，这宣纸还真是神奇啊。是啊，正是有了宣纸，才让桃花镇有了气韵和灵魂。林然，只要你想，
我都能给你做。你看这儿多美啊，真漂亮。是啊。林依然。文房四宝节现在也算是圆满落幕了啊。你也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。咱们在这儿也没有别人，你不想释放一下、放松一下，说点心里话？释放一下啊。哦。林依然，你真棒！没了。没了？这就释放了？啊？不够啊。那怎么释放啊？林依然，你一定会幸福的。这个好。林依然，你一定会幸福的。林依然，我喜欢你。没了。有，我本来准备好的，一下不知道怎么说，那么紧张啊我。林依然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很特别，挺吸引我的。后来，你投入到工作里，我看到你对工作的那份执着，那份认真，还有热爱，我打心底里佩服你。但是，我更多的是心疼你。还记得布展的第3天，你在那儿调试那个灯，你怎么调都调不好，你着急，但是你为了能够压住自己的情绪，你背过身去，不让别人看到，深呼吸了3次，然后你转过身去，笑着接着继续干。就那会儿，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不容易，我就希望我能保护你，我可以陪着你。所以，林依然，我喜欢你，我是认真的。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说的太突然了是吧？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，想一想。没事，我不急，反正我脸皮厚。啊，你接受不接受我？宣言，我喜欢你。傻笑什么你啊？
咱们改天吧，好吗？没事儿没事儿，你看俗话说得好啊，丑媳妇儿还得见公婆呢，总得过这一关的。不是，你说谁丑媳妇儿的你？哎呦，我不是那意思啊，我没说你丑，你那么漂亮，我妈看了肯定超喜欢的。阿姨。放心，有我呢。走。妈。哟，回来了啊！林姑娘也来了，好好，正好。今天我做的菜多，一块吃饭啊！啊，进屋陪你爸喝会儿茶，聊会儿天，去吧。不是妈，你别忙了，你看。啊，有事儿啊？依然来了。我知道依然来了，去进去喝茶吧。你看不出来点什么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呦，人家都害羞成这样了，您还看不出来呢啊？你看不出来我们俩在一起了吗？天哪，儿子啊！从小到大，你办的这件事情是妈最满意的事情。满意吧？哎，满意100个满意。开心吧？开心100个开心。老轩，妈，你慢点嘛。老轩，喜事儿！出事儿了！我去看看。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也赶紧去啊！那你看着点啊！你快赶紧去。好好说话，好好说。现在想好好说了，早干嘛了？什么？你知道我们找你多长时间吗？啊！我就要钱，我们哥俩就进去蹲着，我就吃这口气，你怎么回事？我就要钱，我就要钱，他打人呢！我就要钱，你知道吗？打人是不是？哎，把手机放下啊！站着，跟着，打什么人？啊？怎么回事？你问他。师傅，跟你们没关系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！我没事，师娘。怎么着？冒充大师行骗，现在还瞒着呢？哎，各位看看啊，这个人就是个大骗子。具体怎么骗的人？来，你自己说。杨都，陈总，王总，咱们私底下解决。我任杀任剐没二话，跟他们没关系。屁话，好吧？你还要脸呢？钱，我要钱！好好说话。这样，你们冲到我们家来，打我们家人啊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了了。有什么事儿，咱们进屋说。走。就是进屋，喝口茶啊。有话好好说嘛，打什么人呢？来，有没有受伤啊？要不要进屋看啊？回去吧，大热天的也怕中暑了。回家了。你们跟我说说他怎么骗你们的？宣师傅，是这么个情况啊，他的老师是搞古书画修复的，经常给我们介绍活干，我们都很敬重他。那么一来二去呢，我们也就认识了。有一回啊，他过来找我们谈合作，说接手了一个省档案馆的修复项目，一次就要2吨特制的古法纸。我们当时就考虑啊，说等这个政府采购的项目程序走完了再说。哎，他说不行，必须先把纸给做出来，而且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纸的话，那中标是手拿把掐的事儿。这小子当时还说啊，说要是做晚了，就赶不上档案馆的采购日期了。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想简单了。后来呢？后来呢？刚开始谈的时候呢，这小子这一身大师范儿确实挺唬人的。还没开始动手干呢，光定金先给了。你们说信不信？我们哥俩当时就想啊，这要心里边没谱敢给钱，要不就他，要不就他老师内部有人呗。这小子不光给钱，那话说的也漂亮啊。他说这事儿不光挣钱啊，还积德行善，都是几百年、上千年的档案，修复不了。流传不了了，如果用咱们的千年寿纸修复好了，流传后世，这不就是积德行善吗？
这不是好事吗？对呀，而且定金也是他自己先拿出来垫的。这不我们就上当了吗？你小子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好，来，别着急，有事好好说，坐下，来，坐。有一说一，有一说一啊，这小子是真懂纸。我们当时做纸那时候啊，天天跟那儿盯着，哎，要求这个，要求那个，要求的可严了。哎，那纸做出来真是漂亮，但是漂亮归漂亮啊，你这纸做出来人没影了吧？你说都是按照他要求做的纸吧？他不要，我们上哪儿卖去？结果没中标啊！我是报评，你说话说，坐着说。我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他认识省档案馆的人，那边要一批真正的古法纸，用真正的古法纸去修复档案，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德。我这就信了他了。所以这前期的定金，还是我自己垫的。我们都已经打听过了，他那个朋友就是个大忽悠。后来我们去找他要说法，你们猜张度怎么说的？他说只要是纸好，就不愁没人要。王总，我真的没有骗您，您的那些纸是越放越值钱，这是真的呀。你当我们俩在这跟你过家家玩呢？我们这一把就赔出去几十万，要不是看见他在网上发视频在这装大师，我们还真没地儿找他呢。张度，少说两句，你也太糊涂了。这样，既然到我们宣家，那就是我们宣家人，啊，出了这档事儿，我们多少也有点责任吧。你们拿出个章程。不行啊，师傅，我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。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哼，一看老哥您就是个有理有面的人。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事情就简单了。赔钱，别的不说，就按之前签的合同来。多少钱？60万。哎，这是他当时承诺的收益啊，还不包括我们找他的误工费呢。你们这成本投的也没这么多吧？这是他当时承诺要分给我们这么多的。不是现在这事儿没成吗？怎么能谈分呢？要不这样吧，都是行内人，给你们个成本价20万。那肯定不行。再说，那料还能重新用啊，对于你们来说并没有太亏呀。宣师傅，小帅哥，话不能说的这么轻松吧？要是他当时主动来找我们的话，那怎么样都好说，对吧？现在是我们把他给逮着了，就不是这话。那你们还想怎么着啊？我也就这一句话，不接受的话，我们也不管了。钱他肯定是没有，就算你们把他告上法院了，他也拿不出来。刚刚你们是不是打人了？我手机里可都录下来了。我现在就报警带他去验伤，看看警察怎么判这个事儿，看看你们要赔他多少钱。啊，行，算我们倒霉，那就20万。这样，这事儿就这样，好吧？轩，哎，你带他们到公司去。走吧。师傅，师傅。沈亮，什么都不说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还没吃饭吧？一会儿把脸好好洗一洗，换身衣裳，回家吃饭。我等你啊，我等你。
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娘。张多，张多，哎张。永年，张度走了，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小林说他拿着大包小包上了公交车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张度呢，尽管身上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，而且呢，他也受到社会上一些影响，但是说实话，张度做纸啊，他是用心的，应该说，他是爱宣纸的。我给他打个电话。行，你出去了。打扫的都干干净净。他走哪儿也应该打招呼啊。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？这也不说一声。摔倒一回，结实一回。希望他日后还能爬得起来，本本分分的做一个宣纸人，也不枉费我对他一番苦心呢。做个会议纪要，回头啊给各个部门。彭书记，哟，
我们桃花镇的大网红回来了。哪里浪得虚名啊！哎，什么旅听都转发你好几条短视频了，这是真够浪的啊！有辱斯文。哎，吃饭了吗，老廖？一块儿。好。对，正好有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呢。你看我们这桃花镇的龙舟赛啊，是传统节目，3年一次啊，这眼看时间就要到了，我把这前期的宣传工作交给你，怎么样啊？搞点动静出来。不瞒您说，嗯，我正琢磨这事儿呢。哟，那太好了！你琢磨什么了？跟我们说说。我们要深挖历史根源，文化赋能。桃花镇龙舟赛的起源就跟别处不同了。经县志乾隆18年载，4个字：山崩川竭。这4个字说明什么呢？古时候，咱们泾县经常发生塌方泥石流，南北客户进不来桃花镇，纸卖不出去。于是，咱们桃花镇就自己组织了一个船队，沿青义江直下长江，往南京、上海沿江一带送纸，解决了当地的生计。后来，这条水路不用了，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就通过举办龙舟赛来祭奠这段日子。这也行啊？你用什么论据驳倒我？这个，你没有吧？我有。说说看。林家村自古以来就做宣纸，后来宣纸产业做大了，细化分工，就做弹皮草料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还跟我们的宣纸挂上钩了。还是为了跟宣纸挂钩啊？老廖啊，你看你现在，好歹也是坐拥了几10万粉丝的大 V 博主了，哎，又是我们桃花镇的文旅代言人。你现在这一言一行得千万小心，注意影响。那个站不住脚的话就不能讲了。我讲的哪句站不住脚啊？我不发辩，真理越辩越明啊！你看，要是站得住脚，就不会被送外号“翻车3连”了。网络上嘴那么多，我还挨个堵去？老廖，我们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提醒你一句话啊，你现在代表的是我们官方，所以呀，所有的讲的历史故事都要有正史依据。有正史依据？对。那这个宣传我做不了。你看你，怎么当了大网红飘了是吧？跟书记都顶牛啊！彭书记，我为我的态度向您道歉。不过，学术上的事情，我坚持我的观点。还学术？你这样，上次的文房4宝节是林依然亲自抓的，你跟他商量商量，要注意，宣传上不要过分渲染，我们要做到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，好吧？您放心，我一定把事情说得丝丝入扣，合情合理。大妹子，来尝尝我炸的怎么样？好，小心看。外焦里嫩，太好吃了。这冒您12碗啊，你马上就要超过我了。哎，那可不敢。关键是你这个老师好，你不但教得好，养闺女也养得好。你看看那小林姑娘啊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我特别喜欢，他那点做饭的技术都是跟他姥姥学的。他说早年间的时候你开过饭馆。是啊，开饭馆那不还是为了生存吗？那时候啊，这依然没什么人管，就在姥姥家帮姥姥做饭，大概是小学3年级吧。哦，怪不得我儿子那么喜欢小林姑娘做的饭呢。是吗？那我那开饭馆的时候，只要是新菜，那肯定依然第一个先吃，他能不会吗？所以我就看那小林姑娘特别的孝顺你。要么人家这老话讲，你养我小，我养你老。
孩子大了呀，气人的时候你是真看不见的，大姐。那我可不管，我得好好跟你学，我得让小林姑娘也得喜欢我做的饭。大姐，我今天来呀，还真有个事儿，得好好跟您商量商量。哎呀，什么事儿你说，还用商量？是这样，我以前有几个做保险的老客户，现在在那个老年大学呀，都在学画画啊，都写字儿什么的啊。但是呢，他们都说你们宣家的纸啊最好，是名扬海外的啊。我就想着，要不然我从您这儿买一点纸，直接放到老年大学，他们也能用啊。我给你当个推销员，你看行不行？哎呀，大妹子，咱们两家还谈什么买不买、钱不钱的？咱们宣家别的没有，纸管你够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呦，不过你这刚出院，折腾来折腾去的，那小林姑娘愿意吗？她哪管得了我呀？这对咱两家不都是大好事吗？是不是？那就说定了啊！说真话，你要让我一下子拿出现金来那么多，要是买纸，肯定我也拿不出来。这样，那我明天就找个大卡车，先拉个10-20万的货，先放到那个老年大学去。那就这么定了啊！来，定了，快！我回头我就给他们打电话。哎呀，好，来。刚说的我都说完了。龙舟赛宣传的事儿，你们要是没意见，我就按我刚才说的开搞了。谢谢。反正啊，我跟彭书记想法是一样的，别过分，毕竟咱们都是官方。哎，我倒是有一个宣传点，如果能做好的话，绝对好。吃完饭我带你去看看。好呀。真能滑。怎么说呢？亲身体验，效果良好。那就马上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。哎，这现在还在试验阶段呢，当个噱头还行，真能参赛啊？这个不重要，表现好，他就是《水浒传》里的鲁智深，3拳打死镇关西，一战成名啊。表现不好，他就是《红楼梦》里的林黛玉，倾国倾城，多愁多病，死了也让人惋惜。无论结果如何，都能吸金吸粉，宣传的目的就达到了。那昔日里面，这个忠厚善良的林老师哪儿去了？我现在只看到一个满心算计名利得失的中年网红啊！少废话，赶紧搞出来肯定火。行，那就这样。为了让你老师更火，抓紧时间赶工。遵命。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？大老远就听见你在这儿哼呢。我告诉你，你猜，张度他上哪儿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？刚才我接到老林的电话了，他说张度到晒场去了。哎呦，好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老林告诉我他说张度这孩子不怕苦不怕累，白天就知道闷着头捡活干。老林问他，说张度你干嘛到晒场来呀？你猜张度怎么说？怎么说？他说，我就要从晒场这儿第一步做起，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宣纸人。他真这么说的？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张度这么一说呢，我这心里面，我就看见了希望和盼头。老林还告诉我，他说他从张度的身上，他感觉到这孩子就像一棵青檀树。青檀树，
前世不朽，生在徽州，13、14岁，往外一丢，肩背行囊，前路悠悠，漫山越岭，汗水长流。走南闯北，星月多愁，爹娘可好？常挂心头。梦里徽州，山水依旧。张督啊！来，放下。哎，放下，歇会儿。好嘞。哎呀，你这个娃呀，行，干活不怕苦，也不着急。你听我说啊，你这就像磨刀，慢慢磨，只要别磨在刀背上，准能成。看见没有？人这一辈子得慢慢熬，什么时候熬成那山上的清潭，离城市可就不远了。哎，坐。清潭？对，不燥。天晴也这样，雨天也这样，白天黑夜都一样，慢慢的长，长成了树，任人去砍。哪怕树皮做成纸也罢，树芯做成拐杖也罢，谁敢说它没用呢？就是把它架锅当柴火烧，也热乎乎的，准有用。我记住了，林师傅。张督啊，人这一生啊，路长着呢，慢慢走，只要走稳当了，准行。稍等啊，我们把这个刘海儿吹得鼓一点。你看看怎么样啊？真好看！我爸每次在家给我吹头发，都把我吹得跟个疯子一样。来，眼镜取下来，阿姨再给你抹点防晒，这样小脸蛋就不怕晒黑了。还有这个，好，不错，小手也来一点，让你爸爸看看你的头发。好。我们协会那几个，像方广平啊、任基啊，你不都认识吗？我们可以把他们纳入进来啊。咱们现在这个文创不是行情挺好的吗？让他们入点股，巴不得。我们做企业，在商言商，不要搞慈善救济。话不能那么说，我们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体现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。那你这样吧，你把你的股份分给他们，那我没意见。哎，不行，你们就给我10%，那我怎么分呢？我不行。爱怎么分怎么分呗。我去给小新买饮料了。我陪你去啊。不用了。啊，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啊？我不听。小星，刚烤好的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啊，来。怎么？进展不顺利啊？我不开题那个，吃个热乎的。大人事啊，小孩少管啊。别这样。那事儿还没完呢，你就要钱？你这事儿一时半会儿完不了，没看出来啊？人家对你没意思。我没意思啊，你懂什么？他对我没意思，我对他有意思不就行了吗？多少钱？一共45元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机忘拿了，稍等一会儿啊，好的，马上就来。哎呀，
老爸花钱请你来，是让你帮着老爸追新人阿姨，你不能拿小刀在背后戳我，你得帮助我，一直到新人阿姨同意为止。哎，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，你拿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用？我不用你管。你必须告诉我。小敏，欣然，你们俩是真的会算啊！还好我是忘了拿手机，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我们俩一直拿我做交易。欣然，你误会了，真的是误会了，我们那是开玩笑呢。欣然，真误会了，别解释，你真误会了，欣然。听阿姨，听阿姨，听阿姨。哎呦，慢点儿。怎么样，廖老师？结构不错，韧性也不错，哎，我真有点信心了。这事儿啊，多亏了我林伯，要不是我林伯面子大呀，隔壁林家村那做龙舟的师傅怎么可能给咱们做物件啊？轩爷啊，哎，火不火，全靠你了，千万别给我出洋相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廖老师。哎，有电话啊！喂，怎么了？哎，我马上回来。依然，跟我回家。不，什么事儿啊？不，什么事儿？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。这纸我们找人鉴定了，这是新的，你们还标上高价当老子卖，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吗？这不是欺负老年人吗？是不是？还不承认？这上面有你家的标签。对，有标签。今天跟别人说讲清楚吧。给我看一下。老师傅，请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们这纸是在哪儿买的？谁卖给你们的呀？谁说这是我们轩家的纸啊？他就是他，就是他。警察拿信纸当老纸卖我们家妈妈。你哎，过来跟大家把这事说清楚。妹子，咱们到边上说行不行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咱们就是他卖给我们的。不是，主要可能。这些老先生他们都不太懂，他也不知道什么老纸旧纸的。我觉得你们那个鉴定肯定是被人蒙了骗了。鉴定人都是专业的，他怎么能够搞错了？你骗人！哎，依然妈妈，这是我们轩家的纸吗？当然是你们轩家的纸了，我就是在你这儿拿的。当时拿的时候就是按老纸拿的。等一会儿，老纸？你说在我们轩家拿的这个纸，我们轩家的人现在都在这儿，你指出是谁给你的这个纸？对，说清楚，说是谁？哎呀，是你夫人给我的。啊？依然妈妈，你不要瞎说啊！你是因为没有钱，秀梅姐才赊纸给你的。我们可从来都没有说卖你老纸啊！不是，我也不懂啊，我哪知道什么新纸老纸的？反正我就知道我在你们这儿拿的，反正就是按老纸拿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轩家自古以来是做宣纸的，我们也是卖宣纸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家规，就是如果谁行骗，就剁了谁的手指。对，不是，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我行骗啊？是你们给我的老纸，所以说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。你胡说八道，你也在制造事端啊，污蔑我们轩家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瞎讲啊！千年宣纸，千年轩家，轩家把名声看得比命都重要哎。什么千年轩家呀？我就是觉得你们这宣纸放在这仓库里头没地方卖，我想帮你们。你们以为呢？千年轩家，你们的纸就是一文不值啊！打电话。
对不起，阿姨。宣言，对不起。宣永年家属，跟我来一下。妈，我去。你先回去。阿姨，我妈那边，对不起，阿姨。姑娘。阿姨，对不起，阿姨。喝点水吧。我是真没想到，我妈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别难过了，廖主任跟我已经把老年大学退职的钱一一算清楚，都结给他们了，都解决了。不是，哪来的钱啊？廖主任的，他攒了20多年的私房钱，一次性全掏出来了。你就别难过了，我刚才也给你转了1万，明天你去医院，把账给结了，也表明个态度。薛叔叔被我害成那样，他跟徐阿姨对我那么好，你说我以后怎么面对他们呀？糊成这样啊，趁热把饭吃了吧。廖主任。有我们呢。来，喝点水。哎呦，就为这点小事儿就要辞职啊？这个面对问题就退缩，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林依然啊。辞职理由不充分，本书记不批。洪书记，我这样吧，我批你2天假，好好休息休息，调整一下，怎么样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就面对问题，解决问题嘛，多大点事儿啊！我相信
你不会让我失望，对吧？谢谢彭书记。这才是林依然嘛！喝水。爸，这饭我带来了，我先放这儿了，趁热吃啊。啊。大雅站那边还有事儿，我先回去，晚点再过来。啊。 402床，又有人给你们缴费了，跟他说一声，现在病情稳定了，别缴这么多了啊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又是林姑娘吧？哦，是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把那胸膛给我挺起来，精神点。知道了妈，走了，爸。哦。你要跟小林说一下，不能再让他交钱交费了。我跟他说了好多遍了，不让他交了，我还给他打了电话，他也不接，就给我微信回话说：“阿姨，都是应该的，对不起。”不行，这样不好。你不怪他吧？我怪他干什么？嗨，他妈是他妈，他是他，各是各嘛。就即便是这样，我也不会怪他娘俩。这件事儿，我分得清。这辈子就喜欢你这一点，豁达。那宰相肚里能捞汁。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什么宰相肚里能捞汁？哎，有时候我就在想啊，你说这万一要是跟他成了亲家了，哎呀，和这个人他怎么相处啊？相处的好就多来往，相处的不好呢，就少见面。在人情上呢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不失礼，也不过事儿，不就可以了？你说说，咱儿子多活泼、多开朗的一个人，这2天为了这事儿，那也我看不太开心。行了，现在有你这个态度，他也能轻松点。